人死为鬼，物老成精。精中作祟者为妖，妖中道行尚浅，未能变化人形，面目可憎者为怪。在日本，总是流传着各种各样关于妖怪的诡异传说，比如在雨天哭泣的渔女，潜藏在池塘底下的河童，又或者是隐匿在壁橱里的作夫童子，形形色色，千奇百态。尽管日本的鬼怪文化十分浓重，但是真正土生土长的鬼怪却是十分稀少的，其中70%的妖怪都是来源于中国的，20%则是来源于印度。那究竟有哪些妖怪是源于中国的？他们在日本鬼怪怪谈中又分别是什么形象呢？这期老烟斗就给大家盘点几个源于中国的日本妖怪。孤惑鸟也被称为夜行游女、天地少女、蝉女以及鬼鸟等，最早见于中国古籍《山海经》《寻踪记》《本草纲目》《酉阳杂俎》《齐东野语》等书。传说孤惑鸟是难产而死的人所变化而成，因此只有雌性没有雄性，通常只在7、8月份的夜晚出现，被描述为手持伞剑，身负一件华丽羽衣，面容姣好且身形婀娜的女子。当孤惑鸟将羽毛脱下时，她就幻化为少女，而穿上羽衣后，她又重回鸟的状态。相传孤惑鸟由于是产妇死后形成的，故而十分喜欢幼儿，只要一听到幼儿的啼哭，就会赶过去照顾，但偏偏它又无法繁衍后代，因此孤惑鸟时常盗窃人类婴儿进行抚养。在中国古代流行的一种说法，如果晚上将小孩的衣服晾在室外没有收走，就很容易被孤惑鸟盯上，届时孤惑鸟会滴血或扔羽毛作为标志，随后这家孩子就会受惊或是染上怪病，并在不久后离奇死去，其魂魄也就被孤惑鸟偷走了。而到了日本呢，传说就变成了孤惑鸟会抱着婴儿出现在十字路口，并请求过路人帮忙抱孩子。可是随着孩子入手，怀中的孩子会变得越来越沉，仿佛是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样。这时路人若是能坚持得住，孤惑鸟将会给路人大量财宝作为回报，如果路人没有完成任务，便会染恶寒或高烧而死。据《天狗经》记载，日本共有48种125500多个天狗，如鸦天狗、天狗、大天狗等，而其中大天狗作为日本3大妖怪之一，可以说是天狗中最出名、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类了。它的形象为一个长得长长的红鼻子，身着高尺木屐与僧服的男人，手持团扇，背后还张开着硕大的翅膀，看起来凶恶又强大。一旦他挥舞团扇，就可以扇出疾风。天狗一词实际来源于中国《山海经》，阴山有兽焉，其状如鲤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流流，可以御凶。后来天狗这一定义传入日本，其形象经过演变，渐渐成为了鸟山石烟、百鬼夜行中的天狗形象。大天狗为高鼻齿面的男人，而小天狗则是鸟面为主。九尾狐最早见于《山海经·南次一经》，当时的人们认为九尾狐是住在青丘的奇兽，它很凶猛，能吃人，生如婴儿。随着朝代更替，九尾狐也从狐狸的模样渐渐变为了美女妖怪的形象，流传到日本后，更演变为了日本3大妖怪之一玉藻前。其实追根溯祖，玉藻前也就是我们口中的妲己，印度人口中的王妃华阳天。相传在唐朝时期，九尾狐跟着日本使者吉贝和真贝的船偷渡来到日本，并在平安时代末期鸟羽天皇院政期间，化身为美女玉藻前，获得鸟羽天皇的宠爱与信任。他善于以媚术祸乱朝廷，并且极有野心，想要取代鸟羽天皇掌控日本，于是日夜吸食鸟羽天皇的精元，使得鸟羽天皇卧床不起，重病缠身，一时之间朝野尽在他掌握之下。这情况直到安倍晴明的孙子安倍泰心占卜出他实际上是一只白面金毛九尾狐，并且亲自驱除妖狐后，
才得以结束。不过传说玉藻前的野心和执念仍然以杀生石的形态保留在那须野，时时刻刻等待着报复时机的到来。墨身似熊，鼻似象，眼似犀，尾似牛，脚似虎，一种怪异却又真实存在的生物，从古至今都被人赋予了驱邪除秽的功效。在唐代，国人认为墨是一种可以辟邪的神兽，故而时常将墨皮制为坐垫或寝具，用以避免疾病和厄运，亦或者是在屏风上绘制墨来驱除邪祟。这种民俗信仰传播到日本后，渐渐被演变为吞噬噩梦的属性，食梦墨因此而生。食梦墨以噩梦作为食物，吃完后再给做梦的人留下好梦，亦或是在人做完噩梦后帮人们吃掉噩梦，忘却这段不愉快的梦境。相传当年白居易头疾难耐，于是在睡前往屏风上绘制了墨兽，成功减轻了自己的头疼，于是特地做了一首墨评赞，称其墨者沁其皮避温，涂其形避邪。除了以上这些出名的大妖怪之外，还有一种妖怪，虽然实力不强，但是却是长得极其恐怖，这就是飞头蛮。它最早起源于中国的《搜神记》，书中称其为骆头氏。随着这头妖怪出口去了日本，也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露露手。相传这种妖怪一般为女子，白天他们与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一旦夜幕降临，他们的脖子就会越变越长，越变越长，甚至脱离身体飞翔在半空中。等这些露露手吸食够了鲜血，就会返回自己的身躯，变为常人。据说在三国时期，吴国的大将朱桓就有一个骆头氏婢女，每天夜晚头就会脱离身体飞出去觅食，直到早上才回来。一天，婢女的头飞出去觅食，与她同事的女伴朦胧中见到她身上的棉被滑掉了，便好心帮她拉上。这下可糟糕了，骆头氏脖子的缺口被盖住，脑袋无法和身躯相连，只要不消半天就会死去。幸好当时朱桓刚巧走进屋里，看见了婢女的头颅落在空中，于是帮助婢女把棉被拉开，才救了这骆头氏的婢女一命。视频末尾向大家推荐一款小程序，专门听各大主播讲灵异小说的。微信搜索小程序乌鸦听书，老烟斗也听过了，力荐，里面的主播讲的确实不错，听完之后再也不孤单了，因为你会发现床底下、衣柜里、天花板到处都是人。